谴责台湾媒体不够小，国防部都说是假的时候，我们还在做无谓的马赛克。这一点我们甚至落后给对岸。对岸央视看起来老古板，但该公布的时候就公布，绝对不马赛克。我们呢，动不动就在马赛克，既保护了坏人，又助长了假讯息的传播。指鹿为马嘛，为什么不能公布啊？一定要让共匪这么嚣张吗？难道国防部公然说谎吗？入抓台独4网军，网络环境研析中心的负责人、队长还有2个队员，国防部说假的。那如果是真的，不就国防部说谎吗？我们能质疑国防部说谎吗？会有国安法的问题啊。所以根据这些匪情，我们要针对匪情进行充分的反向宣传，也就是说广为人知假的。如果在军营里面，你看到一个人叫做林玉书，自称他是资通电军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今天解释这个议题，我会更多的采取我们国防部官方的态度，因为试射国家安全，不能像绿媒那么反制，也不能像是青鸟一样，一些咕咕咕咕咕像傻逼一样，也不要像囧粉，整天看到阿公就起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央视军事非常正式的一个新闻通告。今天对外通报，台湾资通电军自2017年6月成立以来，便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爪牙，无所不用其极的对大陆开展网络攻击渗透活动。资通电军是蔡英文当年成立的，主要目的呢是对所谓的网络作战，尤其是对方来打网络作战的时候，可以形成更有效的防守哦。但从这边的报道来说呢，对岸已经认定你这个资通电军呢，不仅仅是你在防守网络作战，你还会对中国大陆的网络安全形成危害。国家安全机关已锁定多名参与策划、指挥及实施人员的身份信息。台湾资通电军是台湾当局对大陆实施网络作战的主力，主要承担电子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一方面，以大陆国防军工、航空航天、能源基建等领域为重点，搜寻目标，定向实施网络攻击，妄图窃取敏感数据资料，为台湾当局搜集情报。另一方面，频繁扭曲网络舆论，雇佣水军，借机生事，放大矛盾，挑唆对立，从中渔利。然而，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夸大其词。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 P 图等方式制作而成。这里最好玩，大陆这边指控，哎呀，事实上你没有伤到我啦。好，我查老半天，我发现什么？哈哈，你原来你匿名者64，就是报假战功，假割假人头，一颗人头割2遍。例如8月2号，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运营的网站遭匿名者64组织攻击，因该网站挂在了多家高校官方论坛的登录地址，就被匿名者64组织硬说成控制了大陆40所高校的官方论坛。目前，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那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啊，资通电军我们是军队来做这件事，可是你看中共国家安全部，它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它是网络警察来对付你的网军单位，他把你的网军单位视作是犯罪，他等于把台湾问题视为内政嘛。那可是他在央视军事发布，很有意思，对吧？据了解，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习中心，该中心专职负责对大陆实施网络认知战、舆论战。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匿名者64过去被传认为说是所谓爱国骇客团体、爱台骇客团体。那现在根据大陆这边的说法，它的背后其实真正的就是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析中心，而且它具体的指出了日期、什么事情、什么项目影响多少，然后呢是怎么攻击的手法。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好破，因为讲的那么详细，稍微看一下其实应该就可以查到相应的新闻。当然对于民进党来讲他一定会说，哎呀，全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反正所有新闻都是假的，14亿人口也是假的，10亿人口已经死了7亿了，剩7亿人这样子。我们政府是什么态度？国防部回应指鹿为马，国防部的资通电网络联队核心任务，一如所有民主国家，系来维护负责国防资讯，确保网络安全。什么意思？我们只有防守，我们没有进攻。老共说我们进攻，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做中共截取网络公开图片，指鹿为马，无端拼凑
后，亦凸显其意图恐吓威逼压迫台湾民众的蛮横心态。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有义务来替大家宣传假消息不可信，以上4张照片假的。所以如果阿公阿嬷看到，你一定要把这个图拿给他看。阿公阿嬷这假哦，因为我们是谨遵国防部，所以我们平常对国防部有很多的质疑，但基本上我们的质疑都是符合我们现在的保皇党汉哥所说的嘛，对外团结，对内竞争，我们要严防中共匪军的假讯息来渗透我们。所以我们刚才去调查匪情，为了国家报效奉献。所以如果林玉书、蔡捷鸿他们现在在部队里面，那一定是中国渗透进来的，他们一定是用假身份顶替，很可能真的国军弟兄不被绑架杀害或是其他的状况。因为大家要知道，自动电军亲自出来说这是指鹿为马，是假的，所以大家了解到像这些人就应该抓起来经法审判。我认为至少关无期徒刑甚至枪决都应该，因为他们严重危害我国国军安全。所以现在的情况大概有几个，我们帮大家解析一下。有可能这一切是 AI 生成的，拿出来混乱台湾人心的，那真的就是指鹿为马。那也有可能这4个人真的存在，只是因为他们是 spy 的事情快曝光了，所以老共呢赶快放一个他们是真的 spy 的消息来扰乱台湾，那台湾会反向确认他们不是 spy， 更加重用。可是呢，这是老共的想法，老共太天真了。习近平小学毕业，他的程度有用吗？当然是不可能，对不对？像我们伟大的威廉赖，对不对？学士后医哦，当过台南市长，习近平当过什么？哦，所以习近平怎么会赢威廉赖呢？对，怎么会赢赖清德呢？哦，所以呢，搞不好赖清德就下令查处这4个人，抓到直接军法送办。所以这一次军法送办，搞不好就针对这4个人啊。这是台湾一次重大的胜利啊！这是民进党政府重大胜利，是赖清德名垂青史的一战啊！他已经赢过蔡英文了，上台不到1年，赢成这个样子，这赢死赢爆了，超赢，比川普还赢，川普天天赢，赖清德赢天天。你看哦，马上有青鸟来哦，一堆跟历史哥一样，自己国家不帮了，还一直抹黑造谣，一直帮共产党说话，这是很可笑欸。国防部公然发通告说是假的，我们把它公开出来，还要被指责，谁比较爱国啊？你是在造谣国防部吧？还在那边说我帮共产党说话，是你在帮共产党说话吧？还要帮共产党掩蔽啊？他现在意思是说我们在抹黑造谣国防部，散播假讯息吗？所以你是在攻击国防部吗？我是赞同国防部的哦，所以这个人有问题哦，他等于是站在央视的立场哦。那他为什么站在央视立场还假装是青鸟？所以青鸟是不是一群都是舔共仔，假装反共，实则舔共，领红钱，整天在乱台湾？那如果民进党里面都是这种青鸟在支持，那民进党不就是中共派来的吗？照八炯逻辑，这不就合理了吗？哦，八炯最会这种滑坡逻辑哦。如果让这种青鸟继续乱飞，飞，最后青鸟头、青德鸟头就是最大共匪耶。真正的共匪就住在什么？不在本能寺啊，在总统府啊，在前台湾总督府啊。再来你看哦，中国公开我军各支4大网军头目，自动电军指鹿为马，绿媒官方报道，民事报的啊。好，所以呢，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哦，还真的查到一个叫年孝凡的朋友。在 FB 上，这个是呢下午的时候查的，然后你看他的朋友就是政战辅导长，然后名字一模一样，你看他的嘴型，这个我们仔细做个对照哈，不要说一模一样，好，根本就同一个人，所以呢同一个名字长得几乎是一样的，那是不是拼凑的呢？但是他又有所谓的国军弟兄的朋友，只是他没有再多加的去写啊，毕竟是私人账号，我们也不好意思去给人家漏收。那本来下午他还叫年孝凡，到了晚上呢，他就把名字改成 Twinsen 年，然后呢把他所有的动态呢给关掉。但是呢有个东西他没有关掉，他的追踪者名单呢里面还是有他们的政战辅导长。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合要这个时候改啦，这个我不知道啊。不过他的这个追踪者，他的好朋友确实是在当政战辅导长哦，确实是国军。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就大家自己去判断。你只要尽管的照国防部的讲法去公告就对了。至于是真的是假的，国防部会不会丢脸不重要，丢脸也是赢，不丢脸也是赢，反正都是赢。青鸟永远赢，咕咕咕咕，我们赢，我们赢，咕咕也我们赢，咕咕我们赢，咕咕我们赢。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呢，国防部啊竟然没有出来开记者会啊，只简单的以新闻稿件做回应啊。我说实在的啊，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两个方面。第一个，台湾的政府已经糜烂到了最底的时刻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军事机密的可能性的泄露，他却用一招叫做共媒说谎的模式来把它打回票。那既然是这样，那就叫形势大。什么东西形势大好？我们老百姓的机会来了。他既然说是假的，那我们就帮他大肆宣传。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去那边跟他较真，你去跟他吵架，到最后他用一大堆的歪理把你怼回来。
可是反过头来，面对民进党政府这一种为非作歹、各种造谣抹黑，连国防部都可以赔下去说谎的这种行径，你也不用去辨识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就把他说的是他以为他很聪明的话，帮他广播放大100倍就好了。这样子对我们的国军才是一种救援，因为总有人要跳出来把这一切的荒谬演绎成一种喜剧，那个喜剧就叫吃瓜吃瓜吃瓜，才有更多人看到这个瓜背后的荒唐。而喜剧的本质是悲剧，所以我们必须呢，在把这个喜剧给演绎出来之后，把那个悲剧给带入到大家的心中，大家才会领略于心，才会知道再这样下去台湾要完。